2019年4月26日，一头奇怪的白鲸出现在挪威北海的哈默菲斯特附近。它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人，并在小船上蹭来蹭去。当地渔民发现这只白鲸的背上安装有一个相机背带，而这头白鲸显然想要蹭掉它。在动物救援人员和渔民的帮助下，这只白鲸摆脱了这个奇怪的背带，但是却引起了人们更大的疑问，因为取下的背带上印着圣彼得堡装备的字样。由于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海军基地距离挪威北部并不远，这头白鲸又能对训练员的手势做出反应，许多人开始猜测这只白鲸是从俄军设施中逃出来的。挪威人给它起名叫哈瓦尔基米尔，这是一个合成词，在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地，哈瓦尔是鲸鱼的意思，而弗拉基米尔则是常见的俄罗斯人名。尽管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哈瓦尔基米尔并不太可能是俄罗斯间谍，但人类在战争中使用动物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几只在战争中特别有名的猫猫狗狗，还有信鸽和马，甚至是一头搬炮弹的熊。驯养动物为人类工作，在人类文明出现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考古证据表明，人类最初的动物伙伴是狗。最迟在15000年前，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饲养狗，并把狗当作家庭的宠物来对待。而随着弓箭的广泛应用，远古的猎人开始饲养猎犬，让他们在茂密的森林中追踪受伤的猎物。可以认为，古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利用狗灵敏的嗅觉以及追踪猎物的能力，在茂密的丛林中帮助猎人打猎。在沙特阿拉伯，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距今8000年的岩画，上面描绘了大量的人类和狗一起狩猎的场景，其中的一些狗还被古人用皮带牵着。这和我们在现代看到的一些打猎场景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而军犬的出现则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爱琴海东部的吕底亚王国遭到了入侵，国王阿吕亚泰斯使用驯养的狗击溃了发动入侵的新美里亚人。不过，虽然在人类的军事史上经常能够看到狗的身影，但军犬运用最广泛的还是在近现代战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最著名的军犬要数史都比中士。实际上，这只小狗的名字叫史都比，而中士则是它的军衔。没错，这是一只有着军衔的狗。它曾2次获得紫心勋章，这也让它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勋章最多的狗。1917年，美军第102步兵团正在耶鲁大学校园里训练，詹姆斯·康罗伊下士发现了这只小狗，为它起名为史都比，并将它藏在大衣下面，乘坐运兵船前往法国战场。在102步兵团的服役期间，史都比参加了4场主要攻势和17场战斗。凭借灵敏的感官，史都比常常能够先人一步发现德国人的毒气攻击和炮弹轰炸，并及时警告他所在的连队。史都比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他独自在阿尔贡地区抓获了一名德国间谍。那是1918年的一个秋夜，在阿尔贡森林的一个防空洞中，史都比正趴在饲主詹姆斯·康洛伊的脚边，守护着主人的安眠。突然，史都比站了起来，咆哮着冲向防空洞外。半梦半醒的康罗伊听到一声痛苦的叫喊，紧跟着就是牛打在一起的声音。史都比凭借自己灵敏的直觉，抓住了一名偷偷潜入的德国间谍。直到连队里的其他人赶来，史都比才嘴下留情，放开了这个倒霉的德国人。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只狗抓到过外国士兵。也正因如此，这只创纪录的小狗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战功晋升为中士的军犬。除了史都比以外，第一步兵师的吉祥物拉各斯，第2次世界大战中获得8枚战斗之星的约克夏犬斯莫克，人类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狗莱卡，以及参加击毙本拉登的比利时牧羊犬开罗，都是十分有名的军犬。不过在阿尔贡森林的战斗中，除了史都比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小动物同样非常的有名，它起到的作用甚至比史都比中士还要重大的多，那就是传奇的信鸽雪人阿米。在无线电没有推广以前，信鸽是人类为数不多的能够快速传递消息的通道。从公元前14世纪的古埃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一直如此。英国人甚至都将信鸽装进了马克1型坦克里，用来向总部发送消息。1918年10月4日，同样是在阿尔贡森林，查尔斯·怀特·惠特尔西少校带领的一个营和美军大部队失散了，他们被德军围困在了山坡上的一个小洼地里，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更令他们绝望的是，由于坐标出错，他们开始遭到友军的炮轰，一个接一个的传令兵都没能冲出德军的包围圈，和大部队取得联系。惠特尔西少校唯一的希望只剩下了最后一只信鸽，它就是雪人阿米。在法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亲爱的朋友。
雪儿阿米是英国本土信鸽服务处支援给美国陆军通信兵团的600只信鸽之一。在当时，信鸽虽然飞行速度很快，但却经常暴露在敌方的防空火力中。德国士兵经常用机枪攻击盟军信鸽，阻止消息的传递。惠特尔西少校一共携带了4只信鸽，前3只都被德国人击落，雪儿阿米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在绝望之中，惠特尔写下了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正在与276.4平行的道路上，友军的火炮正在向我们猛烈开火，看在老天的份上，别打了。他把纸条贴在雪儿阿米的腿上，然后把它扔向天空。根据后来的报道，这只信鸽立刻被德军的炮火击中，但它还是迎着枪林弹雨再次冲向天空。雪儿阿米用了30分钟飞行了40公里，等他飞到鸽舍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胸部被德军的子弹贯穿，右腿也被炸伤，只靠一点肌腱耷拉着。虽然当雪儿阿米到达鸽舍的时候，友军的炮击已经停止，但信鸽带来的信息给大部队指明了失踪的美军坐标，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美国陆军的医护人员竭尽全力照顾这只英勇的信鸽，法国政府为他颁发了战争十字勋章，用来表彰他的功绩。不过由于受伤太重，雪儿阿米最终于1919年去世。他的遗体被制作成标本，和史卢比中士一起在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博物馆展出。说完了狗和鸽子，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常见的小动物，那就是猫。作为和狗齐名的家养动物，猫的体型比较小，不太可能出现在正面的战场上。战场上的猫主要是作为捕鼠小能手出现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老鼠一直是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动物。在古代，它们传播疾病，啃咬重要的粮食，而到了现代，它们会啃咬电话线和缆绳，让通信兵们的血压疯狂上升。自古以来，许多远洋船只都会在船上养猫来防止鼠患，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那只不沉的山姆。不沉的山姆最初的名字已经不可考，它的第一个名字是奥斯卡，是皇家海军哥萨克上号上的水兵起的。最初，奥斯卡在俾斯麦号上服役。1941年5月18日，莱茵演习行动开始，奥斯卡随船出击。不久之后，丘吉尔派出了皇家海军的主力舰队，在一番激烈的意见交换后，俾斯麦号被击沉。而正准备返航的哥萨克人号发现海面上有一只湿漉漉的小猫趴在船板上漂流。船员们见状，立刻将它从海上救了起来，并将它起名为奥斯卡。这只小黑猫就留在了哥萨克人号上，作为船上的吉祥物。然而不久之后，哥萨克人号在护送商船的时候遭到德国潜艇的伏击沉没，奥斯卡幸免于难，搭乘另一艘驱逐舰返回直布罗陀。经历了2次沉船事件后，奥斯卡得到了永不沉没的山姆的绰号。他跟着水兵一起登上了皇家方舟号航母。结果就是不久之后，皇家方舟再次被德国的 U-81 潜艇击沉。由于距离直布罗陀港很近，皇家方舟号上几乎所有船员都获救了，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这只幸运的小猫奥斯卡。根据前来救援的摩托艇回忆，他紧紧地抓在一块漂浮的木板上，看上去很愤怒，但毫发无伤。随后，奥斯卡和其他船员一起转移到闪电号驱逐舰上，回到了直布罗陀港。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说到的所有船，包括救援哥萨克人号的军团号、救援皇家方舟的闪电号，后来也都被击沉了。经此一役，皇家海军再也不敢让奥斯卡登船了。一开始，他被留在直布罗陀总统府，后来又被带回英国本土，在贝尔法斯特的船员之家安度晚年。尽管从实用价值上来说，猫的天职是抓老鼠，但从结果上来看，这并不是战场上的猫咪们最重要的工作。对于士兵来说，有猫陪伴在身边是残酷的战场上最好的心理安慰。另一个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战争动物是一只来自波兰的熊福伊泰克。1942年，一个伊朗的小男孩抓住了蹒跚学步的福伊泰克，并转卖给了附近的波兰军队。由于毛茸茸的外表加上憨态可掬的动作，福伊泰克成为了当地士兵和民众的最爱。士兵们想方设法为他筹措牛奶、水果、果酱和蜂蜜吃。部队里的坏小子还教会了他抽烟，还会让他喝啤酒。从此，这只小熊就开始了他的从军之旅，跟随流亡的波兰旅南征北战，辗转前往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地，最后参加了盟军的意大利战役。福伊泰克这个名字也是在他登上前往意大利的运输船之前，波兰士兵为他起的。当时的英国第8军团拒绝让这只小熊登船，波兰的指挥官就正式为他授衔，让他正式列入部队编制，授衔为列兵，并将其命为福伊泰克，加入了波兰第22炮兵补给连。在波兰语里，福伊泰克的意思是战争享受者。在卡西诺山修道院战役中，美军第78步兵师伤亡惨重，本身作为2线部队的波兰旅也不得不加入了战斗。福伊泰克由于力气大，
被波兰人训练搬运各种重要补给，尤其是大口径炮弹之类的沉重物资。虽然炮弹沉重，但伏伊泰克从来没有摔倒过，也没有被炮弹的爆炸声吓到。他单枪匹熊就能搬运4个人才能搬动的弹药箱。战役结束后，因为伏伊泰克的杰出贡献，第22炮运连的徽章变成了一只抱着炮弹的熊。而随着二战进入尾声，波兰军官卸甲归国，伏伊泰克被送往了爱丁堡动物园，在这里安享晚年。